嘿，大家伙儿早喽！3月31号星期二，3月的最后一天，下雨了，零零星星。今天伤略微好转，但是还是有很明显的感觉，轻松跑。再过10来天，北京的半马了。我不参赛，但是那个周末我恰巧在北京，所以大概率12号的上午，选手们可能能在，要么是东二环，大概率可能是东二环看见我，也有可能是那个亚运村那儿，就是那一圈，就是英东游泳馆那一圈。有可能我看去哪儿方不方便，这次回北京住的离那儿比较远，10号到12号我在北京。今天跟大家分享标题我都想好了，我想的是半马我还是可以好好聊一聊的。哎，天下了一夜，现在小起来了，看看现在雨的密度，哎，看没？差不多这样。今年跑团的朋友们约定4月4号可能是在这儿赏花，这一片吧，每年他们都在这一片。但是这种活动我参加的少，因为交流不好，所以我语言还是不行，不给人家找麻烦。那前面那一片都是樱花，咱们走前面吧。好多小伙伴都有疑问说，半马怎么跑？首先是目标怎么定，或者配速，就这么说。我觉得啊，分人或者分能力。高手甚至就完全不用听我这种内容的高手，基本上10公里的配速慢1秒到2秒。当然，这个高手是我能看到的，就像葛优在电影里说似的，我就能看到这儿，再远我看不到了。3、4年前这儿我也看不到，看这一片，看，差不多加1秒到2秒10公里，因为这个时候你的有氧和乳酸的能力已经不需要太担心。可能对我来说，半马就是这样，需要担心的更多的是精神力量。这咱们最后说精神力量这一块。然后一般一点的选手呢，比方说你马拉松在3小时左右的选手，或者刚刚到3小时的选手，我那个时候大概的水平，10公里可以跑到38分半，半马大概是1小时，我想想啊，对不起，1小时22，对，1小时22。那我这随说随算，我确实之前没算过。38分半的话，那就是20公里的话是77分钟，对吧？77分钟再加一个4分钟，就81分钟。对，1小时21不到，因为不可能是4分钟。差不多，如果单按10公里的成绩，我应该是1小时20多，但是那个时候呢，差不多能跑1小时22分多，就竭尽全力的那种。所以这个数就是半马和10公里之间的差距，随着水平的提高会越来越小，所以你就大概找这个感觉。然后第二就是关于半马怎么跑，我觉得我今天分享的东西不适用于一类选手，就是你的半马还有明显的掉速或者抽筋儿，那我觉得我今天的分享不适合您，因为这个程度现在还不需要考虑怎么跑。半马大概率是，就算你起快了，你的经验和你的能力也可以让你迅速的稳下来，之后后边可以稳住或者可以顶住。马拉松就是这样，这2周因为都是比赛周，我们训练营的好多小伙伴，有的成绩好，有的成绩不理想，也都分享。我也跟他们说，比赛跟训练不一样，训练你看你的衣食住行都不用担心，最舒服的状态下起跑，对吧？
马拉松不是这样，马拉松你可能很着急的上完最后一个卫生间，很着急的扔完最后一个垃圾，吃完最后一口胶，人挤人，然后过拱门的时候很紧张，怕摔倒，怕绊倒，怕被后边人推，怕没有摁上表。你起步的第1公里不是太快就是太慢，不是太难就是太简单，这些都会影响你。而训练不是这样，半马更是，半马起步的第1公里很难找到节奏，对我来说也是。第1公里又快又挤，很多时候就像今年的大阪半马的节目，大家去看，我开头说了一句话，我说不敢低头看表，就根本就不敢在那个速度下，你看表摔一下，这一场就全完了。那说半马怎么去？还有小伙伴问我半马怎么去分配体力？我的观点是，半马其实不存在分配体力，半马就是顶过一个又一个极限。第一个极限，好多小伙伴问我，你半马第一次开始累是什么时候？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，大概2公里到3公里，我就觉得怎么那么快呀？因为它就是我的10公里配速慢一点点，那一点点你体感上很难感受到的。你觉得你就是在冲刺，就是跟可能谈跑间歇谈不上，就是那种我们的6公里阈值就这样，对吧？到2、3公里就觉得累了，但是那个时候不敢想距离，因为你想距离你就输了，想距离你想还有10个怎么办？然后第2次相对累，差不多就是6公里。我个人在6公里左右，雨下大了，镜头上可能有水，对不起。大概6公里我会比较难受。但是这几次马拉松，上海半马的6公里处什么都没有，会有一点点枯燥。但是2次大阪的6公里处基本上是能够碰到折返的第一集团，我一拍摄，差不多把这精神给错过去，就很快就能顶到8公里。就6到8公里这2公里对我来说很重要，这2公里我吃第一个胶，吃完胶心态也会好一些，而且这时候虽然是累，但是没有到极限，吃胶还不太狼狈。然后下一个比较难的点，来到了14到15公里，这是半马最难的一个地方。这个地方真的是说停就停下来了。说不想跑就不想跑了，说掉速就掉速了。但是我的大阪半马和上海半马都运气比较好，每次的大阪半马呢，这个时候基本上能看到对面过来的女子全马的第一集团，并且再加上第2个胶就会好。上海呢，在这地方看到对面过来的会长，然后精神一混过去，再加1个胶也就好，但是到这个距离吃胶就很难了。我看前面那位像大河源先生，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地方，你如果能扛过去，那还有一个别着急，还有一个完全不能扛的，就是不可持续的扛，就是差不多19公里过了之后，最后2公里就是靠意志力，就像跑间歇最后那样，靠意志力冲过去。这么几个节点，那有人说，你说这么多难点，你是怎么做到不掉速的呢？或者说不太掉速的呢？其实我觉得这是训练的一部分。我前2天的会员视频跟大家分享过，就是你能顶的能力和你的阈值能力，其实是训练的一部分，它不纯粹的是你这一身硬件练出来的。这就跟这说，这人能吃苦的能力一样。你说，你看有的人活得特别贫苦，或者特别的节俭，你觉得这日子你过不了，你觉得没有外卖，没有奶茶，然后每天要挤公交，这种你受不了。虽然这些不是太费体力，但是也不是谁一上来就能受的，都是慢慢的在适应。马拉松训练就是一个适应的过程。我今天说这个是希望给大家一个信心，就是其实我在跑1小时38半马的时候，我就能这么顶。这个跟成绩的关系有关，但是没有那么大。
而这个是训练的一部分，或者训练目的的一部分。马拉松不能太理智。我们追上大汉先生之后结束再跟大家聊。早上好，回来了，和大汉先生他们跑了一圈，一共8公里多，就轻松跑了。调整。面对伤病不能硬干，我总跟大家说，激进不能冒进。激进就是你正常一切向好的时候努力，感觉到不好的苗头的时候就缓一缓。马拉松的训练是年为单位的，好多小伙伴训练营的小伙伴也说，我这一周放了会不会有特别大的影响？其实不会的，短期内你可能心理上会，尤其是好多小伙伴在赛前的减量周的时候会觉得状态下滑，就别想那些。马拉松是既感性又理性，理性就是它是个系统工程，一分耕耘一分收获，骗不了人。感性呢，就是它其实好多，尤其对普通人来说就是精神力量。我们接着说半马，最后说精神力量。精神力量是什么？精神力量不是那种我就蛮干的那种劲儿，而是说你建立在对自己训练的信任上。有好多小伙伴问我说，这训练怎么练？我说特别简单，就先不考虑章法，也不用考虑什么科学，你就问自己一句话：我每天的训练自己累不累？如果你累了，说明你努力了就会有收获。可能有些方法会让收获效率变高，有些可能效率平，但是就算是低效，它也是一个有意义的事情。而这些东西不管高效的、中效的还是低效的，铸成的是你对自己的信心。我在半马赛场上就是这样，在半马赛场我就想，可以顶下来的，你不会掉速的，就可以顶下来。掉一点点的时候，有的时候心态是这样的。就我们接着说最后那一点，就18.5公里之后，一般很多小伙伴跑到一定成绩的时候，然后你半马男性跑进了1小时35，女性跑进了1小时45之后，你过了13到15公里那个特别艰难的坎儿以后，你眼看着要到18公里的时候，心态是会向好的，觉得快到了，还有3公里了。然后但是你过了18公里，尤其快到19公里的时候，一定强迫自己忘掉距离，就强迫自己忘掉还剩多少。我现在一年比一年做得好，这是个什么感觉呢？就是你知道终点在哪儿的时候，距离就变长了。就像三体里说的是反过来说，知道我们在哪儿，世界就变小了。但是马拉松赛场上是，尤其是越艰难的比赛，如果是全马还好，半马10公里、5公里，知道终点在哪儿的时候，距离就变长了。举个特别简单的例子，我那次跑场地10000米，然后当时我跑完5圈以后，一想还有20圈呢。你知道终点就在那儿，你知道你刚刚踩过的就是终点线，你想的还要走20个，这整个人都不好了。虽然20个你一想才8公里，对不对？就是这样的，就是尤其是半马赛场上，快到19公里的时候，忘掉距离，就坚持住那个配速，因为你知道距离以后，你会，人可能反正是我是会这样，我知道最后的距离，说给它应付下来的时候，就会变得艰难。无论是从心肺到腿，主要体现可能在心肺。这就像说我要冲刺了，那你肯定就是不计后果的，就不计可持续性的。而这个时候你想要那个冲刺和真正的冲刺还不一样，因为还有2公里多，它不是还有200米。就这样忘掉距离，100米的往前扛，你想的是我就往前跑。这样的话，如果你再一抬头一看手表，20公里半了，就好一些。我那一年1小时14那年的大阪半马，这个感觉特别明显。那时候发现了这个问题，今年的上大阪半马，我就在克服这个问题。虽然我在19公里的时候在镜头前说了还有多长时间，但是那个时候就开始让自己忘掉它就好一些。所以你们看到今年过了19公里之后，我的掉速就有那么
短瞬间的掉速就没有那么明显，而去年那个就很明显。虽然我最后都能顶回来，而上海这次是实在没办法了。上海这次因为有伤，我只能告诉自己说快完了，再坚持一下。所以上海半马的这最后的2公里就非常的艰难，非常的艰难。这是个小窍门吧，行吧。那很快是北京的半马，到时候在路边给大家加油。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咱们下回再见。